们接下来看看美国的关税，台湾的账单到底多少？大家很好奇，时事还没有公布哦，真的有可能延到726之后吗？我们不知道。但全球在对抗川普的这个关税战里头，最应景的当然是中国大陆。虽然初步有一些协议，但还没有真的尘埃落定。中国到底受到多少冲击？最新第2季的 GDP 成长公布数字出来了，增长了5.2个百分比。上半年这样的增长结果，显然贸易大战来讲，对中国大陆来说呢，国内生产总值还是有66兆人民币。按照价格计算，同比还增加5.3%，上半年看起来经济是成长的哟。那优于预期，美国关税并没有真的伤到中国大陆的话，有一个数字叫15.97百分比，什么意思？根据一些这个大陆媒体的分析跟报道是说，2021到2024年，大陆的全国单位的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呢，累积下降15.97%，也就是说，提前1年完成14.5的预期目标，让中国经济的成长呢，可以摆脱对土地的依赖，那就是炒房之前的打房。那现在看起来经济成长的方式回到了他们想要做的转变或轨道上吗？但川普呢，一直告诉美国人说，我们的关税啊，帮美国赚了很多钱，所以呢，他说过去一时被剥削啊，29兆啊，是其他国家剥削我们赚的钱。所以川普批评各国，现在你们是在搭顺风车好吗？过太爽了，现在该感谢我们了。每一个人都必须付钱。纽约时报呢就讲，川普真正的目的，其实所谓的谈判都不是真心的，也没有真的要跟你谈。川普根本不打算逐一协商，他只要一件事情是他热衷的。关税带来的巨额收入才是对美国最实际的贡献，所以一直在宣传啊，我们现在已经赚进多少钱啊？关税说上个月赚了250亿美元啊，等等的啊。但白宫顾问再讲一段话，让引起的舆论非常高的关注。这位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说，川普总统啊，说服美国人购买就内卷的概念，购买美国本土的产品，爱国啦。让进口的需求大幅下降，所以呢，爱国消费出现了，对进口关税就没有影响啦。数据中很多爱国民众，可是美国民众不是这样说的，就是大家在怀疑说，关税收入主要来自于汽车啦、铝啦、钢啊、木材这些不可取代的，但消费品呢，人民真的看到这笔钱吗？支付关税的物价飙涨的，其实是在人民的压力上面。欧盟现在川普直接喊话，要对他们科以30%的高关税。那接下来 Bloomberg 报道是说，欧盟已经虽然说要谈，但是也敲定同时的反制措施清单。如果采取报复的话，就会针对美国有包括720亿欧元这么多的美国商品哦，其中包括了美国波音公司的飞机、美国的汽车、波本 Whisky 等等的这些来进行，包括长达206页各种医疗措施啊、医疗食品啊、农产品的反制跟报复。但到底8月1号之前可不可以谈得成，大家还在观察。但是呢，邻居墨西哥也很惨，这个部分台湾的很多企业也很糟糕啊，为了避险，很多厂迁到墨西哥去。现在呢，连墨西哥番茄都要课征17%的反倾销税，说是不公平，要退出当年曾经签的各种番茄协议啊！墨新关税马上番茄料涨了10%，物价必然就会涨，因为美国人使用的65亿的新鲜番茄他们很喜欢吃番茄的，大概有43亿磅就来自于墨西哥。墨西哥、加拿大、欧盟邻居通通都要加以科高关税。那对于中国大陆呢，看起来谈判虽然持续进行，也意思它有要放松的意思，但对抗没有停过。美国商务部说，要对于无人机跟多晶系这个系列的产品呢，加以新关税限制，尤其是无人机。美国进口无人机其实占从大陆进口过去的是大概半数以上。如果开征的话，那他们的无人机的来源呢？那会不会自己也有伤害呢？或者是关税这样表面上是休兵的达成了部分协议，但是对中国制品也开始追杀反规避调查。那川普还要砸700亿美元去拼 AI 跟电力，为的是什么？就是要跟中国大陆拼嘛。美中科技赛道说进入了下一个回合嘛。戴老师，大陆的经济前半年那么表现得很亮丽。这个引起了《纽约时报》的高度关注所以在今天他们马上有一篇大的专栏就出来了原因在哪里？就是说他们也密切的观察到中国大陆的房地产没有上涨。那房地产没有上涨的情形下，也就是说，并不是从房地产这个交易中把这个水分灌进去，那也就是
没有房地产的情形下，中国大陆的第一季5.4%的增长率，第二季5.3%的增长率，两个加起来是5.3%的这样的一个第二季是5.2%，所以两个加起来是5.3%的增长率，这是很强劲的一个增长率哦。也就是说，当川普对中国大陆打了贸易战，打了这么多个月，大陆的经济不降反升，然后它跟东盟的贸易额升高了，它跟东北亚、日本、韩国跟欧洲的贸易额全部都升高，那就代表大陆本身，然后大陆跟美国的贸易额在下降，从11%降到7%，然后在6月份的时候再回到9%，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在脱离这个美国的市场，也就是说大陆已经有30个月不再买美国的所有的燃料能源的产品，不管是天然气啦、石油啦，还有农业的所有的大宗都不买了。那也就是说一直在下降跟美国的贸易，也就是大陆继续在朝跟美国完全脱钩的方向在走。可是在跟美国完全脱钩的方向在走的时候，大陆的经济成长率竟然还往上走，而且越来越强劲。这代表什么？大陆的生产制造业一样的强劲，不但是出口强，国内也强。第二个就是大陆的物价也开始慢慢的在往上涨了。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应该是景顺嘛主权基金，他们也观察全世界的主权基金以后，他们发现60%以上，他们在未来5年要加码投资在中国的资产。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中国的经济又有一波要上来，所以他们害怕掉队。因为一旦掉队的话，大陆的这个经济整个上来的时候，他们没有买到中国大陆有资产的这些公司，到时候他们赔了很多，或是少赚很多，所以他们开始在加码。这5年内会一直加码。我觉得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大陆的经济的韧性很强那么越来越旺盛，越来越强大。然后他跟非洲53个国家宣布零关税，也就是你的产品出口到中国不用关税，东盟的国家的经济贸易10+1发展到3.0版，关税再降到几乎是0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也帮助韩国、日本。我觉得目前来讲，大陆的这种自己的自信，还有它的未来的产业的竞争力，我看《纽约时报》在今天真的是几乎都是大篇幅的一直在讲述中国大陆的未来的经济已经进入一个中国冲击2.0版。因为他们原本提到这个第一次的冲击是把美国的传统的制造业都挖空了，现在中国的第2次的冲击，他们的推断是美国跟欧洲，特别是美国的高科技的产业可能会被中国大陆整个席卷一空。这个就是他们一直在提醒美国川普，你不能够用这种对抗的方式，你只能用跟中国合作的方法来去占领你的地盘，而不是用这种对抗的关税的方式。但是我相信因为《纽约时报》是比较偏向于民主党的，川普听不进去。其实《纽约时报》当时谣言对，其实《纽约时报》当时也在帮民主党献策，民主党拜登也听不进去，因为他们仇中反中的那样的一个立场，所以使美国其实错失掉是黄金的10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因为川普搞了8年，拜登搞了8年。川普搞了4年，拜登搞了4年，就8年了。现在川普的第1年又开始这样搞，我觉得美国真的是错失了最好的机会。委员美中对抗，现在如果中国大陆在对抗里头，反而经济还可以成长的话，其实也可以给其他世界国家，大家会当成一个样板来看欧盟现在也要面对这些难题。现在中国大陆面临一个就是危机啦，就是危险加机会。危险就是说，川普显然是下定了决心，要对中国大陆进行那种经贸上的那种绞杀。那就看你中国大陆可不可以度过这一关了。所以这是一个危险，就是很多的高科技的东西，川普政府会变本加厉的，会更加的严格对中国大陆管制这样。这个是不太容易完全去克服了，或是对抗。他辉达说宣布7月20又可以卖到大陆去，川普的决定很难说。对，
他可能他就是说当他发现说这个还是太高的时候，他可能又要降阶，所以卖给他的东西可以卖，但是很低阶。哦，这个对中国大陆有帮助，但是帮助就没那么大了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讲是机会的地方了。刚刚讲的是一种危险，机会的地方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应该最怕的是美国善待他的朋友们，然后跟他们的朋友们整个团结在一起，建立一个围堵网，把中国大陆就困在这个里面不得出来。其实这个才是中国大陆真的最怕的。如果美国继续走像拜登他们这样的一个老路的话，不停的跟欧洲国家协调，让北约的船啊，德国啦、英国啦、法国偶尔也可以开到台湾海峡来示威一下，或到南海，然后跟这个亚洲周遭的国家，比如说像菲律宾，给你爱国者飞弹啊，给你什么台风系统啊这些什么的，然后这个也跟越南哦，比如到航空母舰到这个越南去访问，他紧紧拉紧越南。那譬如说印度，那他现在也在跟柬埔寨在眉来眼去，加强这个关系，这样，其实这个才是中国大陆真怕了。如果美国可以成功说服大家，就是说我们团结起来，甚至就用美国决定，如果乌克兰战争结束以后，就像美国最近有一个这个助理国务卿吧，一个次卿啊所讲的，美国应该跟俄国合作来这个对付这个中国大陆。如果真的美国做到这一点，朝这个战略推进，而且把它做成功了，中国大陆真的被完全孤立在那里了。你能够来往的对象会变得非常的少。可是你今天川普做的这件事，刚好是相反。你是犯了众怒嘛？你看加拿大跟美国好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地缘上啦、地理上什么，加拿大政府没有明目的派军队去帮这个川普的时候，他们的百姓甚至自己投进军队里面去陪美国去打仗。你看，从越战到阿富汗，加拿大人一直陪你打仗可是你美国今天的这样做法，你就把加拿大当敌人嘛。所以加拿大人以前最喜欢去访问的地方是美国，现在加拿大人最不喜欢去访问的地方也变成是美国。你欧洲很多国家现在也不愿到美国去访问。所以就是说，你这样就给中国大陆制造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可以一边调整国内的经济的体制，一边跟国外面的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加强去合作。所以对中国大陆啊，他就站在一个关头，这是最好的时代，就是双城记已经讲了，最光明的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代。你中国大陆就要好好做个选择。不过，我觉得中国大陆经过川普这一阵子，从拜登开始这样折腾之后，我认为中国大陆变得比较聪明，所以才会有时候非洲除了一个国家以外，全部都给你这个免关税，对不对？然后对很多国家开放这7天啊、10天啊、2个礼拜的这个免签证。我觉得中国大陆也知道，他遭遇到空前的压力，他必须有所调整，有所改变。我只觉得说，北京也要改变一下对台湾的态度，让两岸关系也要稳定下来。将军，那川普讲的话常常撂狠话嘛，例如关税绝对不延，那后来也是延到现在8月1号，到底会不会如期执行也不知道。那喊到最狠的，但也可能有在砍价的空间。现在随时都在变化呀，光欧盟啊，或者是其他墨西哥还不知道这最新喊出来的价码，最后会怎么执行？我认为川普的这个关税战呢，不是万灵丹，因为他希望用这些那么高的关税因为关税高了，物品就价格就上涨了，上涨的时候大家就买美国货，用美国货就可以了。我认为这个他这样治标不治本，最重要他为什么要关税战呢？因为美国的赤字太大，在今年2025年1月到5月，美国的赤字又增加了1亿，就是1兆1470亿，就是11470亿美元，1到5月又赤字又那么多了。他光前5个月光要付国债的利息就1兆，你看看他怎么去减？他减不掉啊，他的包袱太重了。那现在呢？这些他说鼓励大家美国这些民众去买美国货，刺激美国国内的这种生产。但问题是在美国货就是贵，那每一个人按照经济学上都有自利动机，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价格，他当然会买便宜的。
一定是这个样啊。那国际的这些货一定要进到美国，虽然加点税还是便宜啊，那你是不是可以有一时的爱国主义，但是没有办法永久，大家还要按照自利动机又去买同样的款式，他又要买便宜的，所以整个它会回到原点。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爱国者、爱国的消费这些爱国者，它只是一时的。美国的储蓄率很低，大家的荷包很薄，银行的存款不多，一定会回到原点，大家就买便宜货去了。所以这个现象，爱用国货的现象，只是一时的，没有办法做长久。因为我们来看美国的无人机，美国无人机生产成本高，因为中国大陆大疆无人机卖到美国，同样的款式、同样的规格、同样的性能，中国大陆大概是美国的1/3，那大家都买中国大陆去了，是这个样子。那美国提高税还是便宜啊，所以按照这样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爱用国货的这个现象，可能对美国的经济只有一时的帮助，但是在长久来看又回到原点。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川普的一连串的做法呢，在于国际外交事务上的插手，他强调要跟拜登不一样。那所以呢，基本上对于俄乌战争，他扬言24小时就要结束的，现在已经拖了好久好久。那这次他说我真的不爽了，他非常非常不爽俄国，他扬言50天内如果没有在俄乌部分达成和平协议的话，就要苛征俄罗斯100%的关税。好像看起来所有的方法都用关税解决，有用吗？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是14号在白宫跟北约秘书长吕特见面，警告俄罗斯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哦，否则到时候还不止哦。会祭出4级关税，也就是说，如果你进口到跟俄罗斯有生意往来的国家，它也要收你100%的关税。台湾其实也有那先前这个说要求要制裁的时候曾经停过，现在我知道有很多都已经恢复了。所以川普说对普京很失望，久而久之这种对话会觉得没有意义。如果俄国50天之内没有达成停战协议的话，真的会做这个刺激的制裁吗？包括了中国大陆跟印度，当然首当其冲。那么俄罗斯的新型无人机的使用呢，叫做这个是很特别的 MS-001的无人机哦。据报道里面的形容，它飞到乌克兰去执行自主攻击。乌克兰发现之后呢，其实它是不用人来操控的，它有 AI 的超级电脑在当中运算，它可以自己侦测，包括了地形地貌，那人员来自主的进行识别，人工智能的来攻击。那看起来这是一个新的超级电脑的趋势在战场里咯。那莫斯科对于这个乌克兰攻击越来越猛烈，其中英国媒体报道说，有可能川普这样的做法是会援助乌克兰这一款射程大概370公里新的可以到达805公里这样长的长程飞弹，可以跟乌克兰拥有的 F-16相容的这个远距的飞弹，这样做就可以挺住乌克兰吗？那川普改挺乌克兰抗俄，有各种分析，为什么啊？因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一次的为什么不支持呢？马凯特大学的法学院公布的民调，这次呢，大概有盖洛普比例大概有59%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过度援乌了，那盖洛普的部分是56%，差不多都是将近60%的比例认为美国人不支持大量的继续支持乌克兰，而路透社的民调也呈现58%的共和党人倾向乌克兰问题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该干涉，所以川普还会支持乌克兰多久？稀土拿到了嘛？稀土的协议拿到了，那乌克兰到底该怎么办？而中国大陆的部分跟印度跟澳洲都各自有了新的发展，包括印度的外长苏杰生见了王毅，双方谈了很多所谓共谋发展啊、龙象共舞、合作共赢啊。外长苏杰生还说，双方持续正常化，从过去非常剑拔弩张的边境冲突里头，现在正在推动这个多边领域的协调配合，推动建立多极世界。这个是重点，而不是像美国的单极世界。澳洲的总理呢，也是第2次访华咯。这个艾班尼斯这一次在外滩散步的时候，看起来双方关系非常的友好。他也特别强调，现在的完全合理的状态去访华，是因为中国现在比美国更重要吗？港媒、澳媒说，这个是指责美国变成地区内的搅局者，才让澳洲不得不做出了这样艰难的决定。戴老师。川普在白宫接待了这个北约的秘书长，他又在演戏了啊？为什么？因为他本来自认为他跟普丁的个人关系很好，私人关系很好，
他可以透过他的这个总统跟私人关系的影响力，结果他跟普丁通了4次的电话，结果我们看到他充满了挫折感，因为俄乌的战争非但没有停止，而且打得更加的激烈，俄国的斩获越来越多了。俄国现在对于红军城形成了这个东西的夹击的一个的情况，相当有可能在今年夏天红军城可能就被拿下来了。因为现在已经它的交通线都开始陆续被切断了。本来红军城的交通线有5条如果它全部都切断以后就围困了。那打下来了以后，很有可能就往涅伯城开始打。涅伯城一打下来就往北打，就往基辅了。那已经几乎是无险可守。另外，在这个哈尔科夫，俄国也继续有斩获，所以事实上，俄军的攻势是越来越凌厉。越来越凌厉的情形下，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他充满了挫折感了以后，他又演了一场大戏。他说：“我一定要很严厉的制裁俄罗斯我很生气可是什么时候？50天以后，那是9月份之后的事。第一个50天以后，那50天以后，大家都会认为，那川普你不是一个很典型的那个 taco 吗？到时候你会不会又往后延呢？”那第二个，大家问的是，那你这个制裁什么呢？他说要制裁俄罗斯的这个关税100%。可是大家就说，那俄罗斯跟美国的贸易额有多少呢？30多亿美元。那美国为什么还向俄罗斯买东西呢？主要买2款，一个就是铀矿，没有俄罗斯的铀，对美国的这个核能发电或者是它的核动力潜舰这个就会有问题，还有航空母舰会有问题。你可不可以不要买呢？不行，那税谁付呢？你美国付而且是美国的军方付。另外买一个什么东西呢？买化学肥料，因为俄罗斯是跟白俄罗斯是化肥的重要的生产大国，没有俄罗斯的这个化肥，你的农业的发展会有问题。该不该买？该。要不要买？要。税对俄国会不会有影响？不会。所以俄国的股市今天大涨。就是说川普放狠话，结果股市还大涨，因为第一个50天嘛，第二个也不过30几亿，接着他又说到了，补充说主要是对能源那2级制裁，你敢制裁中国大陆吗？那关税战马上就打起来了。请问一下，关税战当初打到100多的时候，是谁喊投降的？就是你美国嘛，全世界都知道嘛，日内瓦的会谈就是你美国投降了嘛。所以才会把彼此的关税降到10%，现在变成是全世界最低的，因为它公布到目前为止的都是20%跟30%、35%到40%，结果最低的竟然是中国大陆的关税，你说好不好玩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一样关税也把全世界领导人好像玩弄在鼓掌，但有一个人叫做普京，感觉是倒过来把川普玩弄在手掌心吗？所以这次川普说很生气，他对于普京很不满意，要加以制裁。委员，你知道你用关税要制裁普京那就是要有一个，就是说普京相当程度依赖美国的市场。问题不是这样，他们去年的贸易量才35亿而已，35亿而已。他35亿不做有什么了不起呢？你真的要用关税的话呢，你要怎么做？现在美国参院正在起草，那格拉姆逼我们华航买他们这个波音飞机的格拉姆，跟这个民主党另外一位参议员，他们合作在要通过一个决议，就是说任何人如果还买这个俄国任何国家买俄国的这种什么石油天然气等等这些，要给你扣500%的关税。那如果是这一点他做得成的话，那大概就中国大陆就会很惨，因为就表示中国大陆跟印度都不能再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不能买的话，这2个国家当然会非常的辛苦，但最惨的会俄国，打仗要有钱你俄国就被切断了嘛。你看，去年1年中国大陆跟俄国买石油买多少？买了1亿多吨呢，1亿847万吨然后呢，他这个买来的金额多少呢？624亿美金。所以你有本事，你就是说好，
你任何国家不准跟这个俄国做生意，好，你们国家做生意，我就扣你500%的关税，而且你做了，你敢做，而且你做成了，这个大家对俄国就会压力就会非常大。否则你知道，俄国的面积是乌克兰28倍，人口是3到4倍，甚至有时候这就是很简单一个算术的问题。它地方是你的28倍，人口是你的3到4倍。工业能力也不会比你差，尤其是军事工业。你看他现在每天晚上他发动对乌克兰的攻击，无人机攻击，每天晚上都会动员几百架的无人机。最早无人机在乌克兰战争用得很顺的是谁？是乌克兰的。乌克兰跟土耳其买了很多无人机，后来欧盟国家也帮助他，美国也提供一些技术的这个协助，说乌克兰无人机可以跑到莫斯科去炸，要炸这个克里姆林宫，但是你看，现在俄国马上他的工业能力、军事工业能力那么强，他一调整要忙就变成他比无人机来讲就比这个乌克兰强很多。所以这个要看你50天，你现在川普开出50天你非停火不可，50天如果不停火，你美国打算跳下去打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50天，这个人类是面临一个非常动荡的这个50天。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看来乌克兰现在处境真的是大家心里觉得最担心的，就是这最惨的状况了。稀土也签了，那美国给的答应的保证呢？讲的各种武器，其实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前阵子还有这个乌龙，到底是要给还不给武器啊？有各种的说法。但现在川普号称要开始制裁俄罗斯，有用吗？因为俄罗斯已经看出乌克兰有3个短板。第一个短板就是西方不会出兵，西方不会出兵啊，只会贩卖武器赚乌克兰的钱。乌克兰只有赚钱借钱去买武器，就这样。然后西方的策略很简单，牺牲乌克兰，拖垮俄罗斯，所以俄罗斯看得很清楚，继续打乌克兰。那第二个，乌克兰的精英消失殆尽，能作战的老兵还有亚速营都已经没有了，消失了，从地球上消失了，打光了，没有了。那这些新进来的这些新兵也好，训练不够，送上战场也只能当炮灰。所以现在这个俄罗斯的推进的速度比以前还快2到3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老师。大家好。保重身体啊！刚刚动了小手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平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刚刚有个最新的消息哦，当然今天有网络上面最新的一个民调，台湾民基金会的发布说，赖清德的支持度是他从上任以来的最大从政危机，支持度又往下掉。那这一位是谁呢？小英战队被形容叫做最辣的国文老师说他好失望，网红 Q 塔。之前力挺前总统蔡英文，但现在呢，距离大罢免只剩下不到2个礼拜的时候，突然在社群上发文说自己在2024年总统大选把票投给了赖清德，但现在真的挺不下去了，因为他认为赖没有高度、没有格局，只会制造内斗跟纷争。如今整个社会都被搞得乌烟瘴气，的确是这样。我们刚刚前一段看到了民众在路上吵架之外，网络上出征之外，还有去对于像叶元之动手动脚跟冲突的画面比比皆是。但是呢，赖总统到底在想什么？郭正亮亮哥说，其实他去灾民现场看灾的时候，会讲出那些那么离谱，让大家觉得没有同理心的话，就是因为他心不在焉，一直在想什么？想汉光演习，美国人要来验收成果，要想演给美国人满意啊，还有在想大罢免要成功，他心里只有这2件事情，是这样吗？包括了 TBS 最近被总统府公开的说驳斥说有淡章取义不实报道，说总统下乡看灾的时候，当民众说手机没讯号、没反应、没水、没电、没网络，他们没有办法通报，日子过得很惨的时候，总统回了一句说郭国文的手机可以呀。当时这样的报道，总统府特别讲说是断章取义、恶意下标。那当然。
然这件事情，刚刚我们前一段已经把很完整几分钟的画面都给大家听，大家看了。总统讲了这句话呀，而詹明的意思只是说他手机就是没有嘛，郭国文手机有，跟他不同电信公司其实只要派相关的不同的电信车啊，台湾大哥大啊，远传的大哥大的通讯车来就可以解决了。但2位部长没有随行，那总统搞不清楚，现场消防署长就只能说，我们现在这边只有调中华电信通讯车来了，大家鸡同鸭讲啊，硬哎鸡呢，就是要跟詹明辩论我手机有没有讯号啦。4天全力救灾了，终于。国军说，总统说不能去，可是替代役总算到云嘉南去支援了，1350位，现在非常重要，包括要帮忙果农去捡文旦掉落，还有支援回收垃圾，或是房子里面的清洁啊，太多的被泡水的家具太严重了，已经开始产生霉味，想办法要清运了。这个时候讲军民一体，陆军第4作战区深入台南12行政区，加速乡亲恢复灾后。总算做了啦，这早就应该要做的事情，3000人次兵力支援灾区，总统不是说这个不是国军的工作，国军没办法做吗？陆军8军团讲啊，第4作战区持续派兵力到台南去，那现在总统说的社区训练自己自主自救就好了，那国军为什么又要出动呢？到底是谁恶意下标，或者是扭曲事实呢？汉光演习动员了2.2万名的后备军人，那编制是21万5千人，政府也调不出几万人去救灾吗？当然，在灾情之后，大家讨论总统还有整个这个行政系统有没有失灵，而立法委员林楚英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呢？他们关心中共早就放话了，果然抗中还是他们的最大的王牌。清台最佳时机就是台风来袭前后，所以这个时候不就是复合式战争今年这样的状况的最恐怖状态吗？汉光绝对不是剧本，是未来台湾会面临的状况。所以台湾要进入巷战，台湾要进入街头，然后要打仗了吗？那我们的这样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还会有这个战车卡在路上，还会有这个灾民出现意外灾害，却国军没办法救援吗？那底下有些人来留言说，这个论点啊，只考量台风对台湾的破坏力，但没有估到大量的物资、人员、海上解放军的能力。我不相信他们会这么傻啊！该不会台风也是中共的阴谋？救灾不利就会找借口吗？汉光演习看起来要展现我军威武，不过呢，这7天来连续至少6起以上的各种问题小擦撞、小问题出现了啊！宪兵全线封锁的万板大桥，第一次要攻击无人机作战呢，结果呢，还有在攻击的这种演练里，还进到捷运去啊，搭捷运。我们今天早上在讨论是在问说，如果暂时万一停电什么各方面停驶的话，我们国军可以搭捷运去作战吗？那空军制航基地这里呢，则是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宪兵的轮型甲车翻覆了，有2个人受到轻伤去送医。到底为什么会翻的呢？这么重的车也可以翻掉，不知道为什么。那还有悍马去撞公车零件，整个撞喷的画面也被网友们拿出来看，哇，真的是21万人看傻眼了。我们可以透过画面看到，这个画面就是这个悍马车在路上走，就直接把公车的后照镜撞翻了。其实这还不是最糗的，最糗的真的是爱国者飞弹卡在面瘫前面，进退不得，还惊动美方人到现场看等等的。这是6天在新北、桃园、高雄、台北、台东纷纷都发生的车祸。那所以要响应赖总统吗？例如他说，包括了要求各厂给军人搭升等舱嘛，还有商店要给军人优惠。在高雄有超商文宣出来了，他就要支持赖总统向国军兄弟致敬。那穿着军装持军人证享9折，只是被发现说，好尴尬，上面穿的服装是解放军的海军服。那敬礼五指升职是台湾的军方的做法，中华民国的国军做法，但是解放军才会握拳可能是图不小心用到了对岸的啦就像过去这个许志杰他现在到底还能不能选市长不知道他过去也是办了一个马拉松奖的奖杯，就造型是解放军的步枪尴尬了所以要响应总统还是小心点不然就是要被检讨像媒体一样委员，我们来看一下最新汉光演习已经进入第7天了，那要也告诉大家台湾说，我们好危险，随时可能会变成真的。我们现在演练的全部都是城镇作战城镇作战就是最后一步了啦。我最近看了一个节目，其实我心里其实蛮受这个震惊的震撼了这个
乌克兰有个地方叫马里乌波，就是那个亚速，有个钢铁厂在那个地方啊，就亚速海的旁边的一个大城市。其实它应该是乌克兰的第2大城啊，当时，那就是这个城镇战了啊，这个俄军打进去这样子。大陆有个网红，他们大概夫妻2个人就进去里面拍，大概是战后了。哇，两边那个街道那个房子这弹孔清晰可见，大的弹孔大概就炮弹打的啊，有的是飞弹打的，那有的是机枪的那个子弹，有的是步枪子弹，哇，就是非常清楚的这样子。那整个的两边的那个街道的房子全部都等于是摧毁了，没有人住了啦。但俄国后来可能为了宣传，就在后面盖了很多新的大楼，这个都是后话了。要讲就真的到达城镇战的时候，那个战争我们不要去想的说是对方拿着步枪要攻进你的巷道里面来，要占领你的巷道，然后呢，你也用机枪、用步枪在还击，那个都是非常传统的，可能2次世界大战那种乡道战了现在所谓的乡战，就是你守的一方可是在巷弄里面，人家攻击你的是用炮弹、用飞弹、无人机用这个飞机从高空投弹，然后你讲的无人机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我们不要想那个乡战还是2次世界大战或是1次世界大战那个沿着一条街、一条巷弄这样慢慢的这样打过去占领一整个城市，不会是这样子啦。我想政府想这样做原因应该是美军的建议，就是传达一种决心啦。这个决心就是说，我们即使哪怕打到1兵1卒，退守在巷子里面，我们大概都要这样去打，我们都要是坚持到底，直到获胜这样。只是说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打到真的是巷弄战的时候，那是非常惨烈的这个战争。攻方先不讲怎么样，守方一定是那个房子只是弹痕累累，那人呢打完了以后，那人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样。所以这是最后一步，所以我只是比较想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在一直强调我们要用武力在防卫我们自己的同时，我们去试着想想一个很简单，几乎人人都知道的一个最起码的战争的 ABC， 就是《孙子兵法》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有没有可能不要经过战争，我们用政治的手段？因为战争就是政治手段用完了以后才会爆发的事情。如果有政治的手段，有政治的途径，有政治的这种接触、谈判、沟通，战争爆发可能性是可以被大幅的降低的。我没有看到有这样一个对等的做法，这个是2只手的问题。一只手你要准备战争所以你要构建你的战争的机器，让它变得非常强大。可另外一方面，我真的没有看到的，就是说你在政治上你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去试着让整个的环境稳定下来。避战，夫妻吵架，两方都有责任的。两岸的斗争我们认为是对方不对，可对方大概也认为是我们不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想办法吸引对方，我们来沟通，来打交道这个来消除疑虑，不要走向战场。这个是我们举行演习的时候有没有去想？永远战争都是接受政治指导、受政治影响的。之前听邵华明将军讲过，他说过去我们国军重点在要拒止于滩外，就是说不让军队上岸才是上策。但现在看起来，经过美军的调整，我们的战略全部往巷战打，捷运里也要钻，那各种的桥梁封闭，随时都可能往街头巷战。所以派出所配刺针飞弹也没什么了不起。怎么看这次的汉光演习？我认为课题有很大的错误，因为在打巷战的时候，表示海权跟空权没有了。那中共的话，只要拿空军狂轰滥炸就好了。他不要跟你打巷战，所以这个课题我认为应该坚提在海上，坚提在滩头，坚提在这个泊岸，应该这是最佳的，因为他还没有建立桥头堡。但是，一旦他建立桥头堡，你要去打巷战的话，他的战力、他的力量已经开始扩伸了，然后又有他的空权空优，
然后变成它的中共实施空地整体作战，那我们只是在巷战，那这样的话我们会事倍功半，那这样会死伤整疾，而且那么多的难民到哪里去？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然后现在的看这个巷战的演练呢，好像是传统的巷战，那现代的3D 巷战已经场景不一样，要大量使用的无人机，你可以从这一次的乌克兰战争就看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大型无人机也好，小型无人机也好，还有微型无人机都要来做使用，要做侦察，甚至自杀无人机也要出动。但是这一次我看到巷战还是好像1次大战的雀巢战那种巷战的模式，那跟现代化的战争相去太远了。我认为这课题要务实会比较好，否则的话也就变成事倍功半，大家很累。但是问题是课题是错误的。另外我们来看这个汉光演习有几个应该做调整。第一个，它这一次车祸接二连三，已经发生7起车祸了。这个车祸是不是我们都是在营区里面演练？有没有仿真的巷战演练的一个场景？没有，看起来是第一次。对，第一次。那一出来的时候，现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车水马龙，摩托车冲锋陷阵，大小车不多。对，它怎么叫去应变？这是很大的问题。要跟场景，结果没有场景。中国大陆在朱日和有总统府的场景，它都会有个场景，但是我们要有巷战的场景，我们没有做。那你没有做，你搬到到路上，那就是这个车祸、地安事件层出不穷，会有这种状况。第二个，我们来看是不是因为任务负荷过重了？那是不是边线比不够，人也缺兵？那现在大家的话变成每一个任务非常繁重的话，很多睡眠不足才会出车祸。对，他恍惚，他可能开车的人睡着打瞌睡，直接撞电线杆，这个满头是血，还骨折，变成这个状况，是不是边线比？我认为这个部队的，尤其是基层，因为基层的驾驶兵啊、作战兵啊，还有这些冲锋步兵，这都是他们。结果现在缺兵缺得严重，任务负荷会过重。另外一个，我们来看这个竟然上礼拜有台风，那像现在才开始开放救灾，本来就是国军的天职嘛，他本来要救人民百姓于水火我认为抢灾要第一优先了。你现在过了这个台风过后10天了，现在开始救灾，那当初没有在黄金时间，错失了黄金时间，因为有很多的那些养殖业啊，或者是鸡啊，或者是猪啊，会有淹死的状况。哎呀，那整个夏天天气热，飞到猪舍去，对，都腐败了，都是这个样。对，这黄金时间已经过了，因为已经过了1个多礼拜了。那你现在才说开放国军去救灾，在这种政策摇摆、飘忽不定、莫衷一是这种犹豫不决的状况这是战场兵家的大忌，因为战机稍纵即逝，非常宝贵的时间就这样飘忽过去，这是非常不对的。另外，我们来看一点，就是说这个演习的时候这些一般的这些我们讲的这个战士搭捷运，这也是不对。你捷运会停电怎么办？对，我好奇。对，你要有自主性的，选择哪一站下车。对，你要有自主性的交通工具。我不要去依赖外面，因为外面是客观的，然后我要靠自己主观掌握在我自己手上，是用中型战斗人车也好，军用卡车也好，或者是装甲甲车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运输军队的军事的运输工具，这样才是安全的。那万一你要依赖这些大众运输工具，在打仗的状况之下，那种状况不是我们可以控制住的。所以我认为要有自主性的运输工具，这是军队作战最基本的条件之一。要不然演成韩剧的失速列车。这赖老师，我很想请教，我印象非常深刻，赖总统在竞选期间公开跟大家保证，他的政见是他当选的话，台湾最和平。但现在，请问我们是和平的氛围吗？你看，连刚刚那个网络的小红，过去支持民进党的网红啦他都说怀念起蔡英文了。现在赖总统给大家的氛围是什么？是仇恨吗？是纷争吗？内斗吗？还是快打仗了这种氛围？当然感觉到快打仗了因为这个汉光演习搞得巷战，搞得大家人心惶惶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大台北地区也好就是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基隆的这些民众都还没有疏散，没有演练疏散，大规模的疏散。你几百万人，你要疏散到哪里去？哪里是安置所这么多的人，到时候都是难民，他不会管你政府怎么讲。炮弹一落，大家卷起铺盖东西弄就跑了，开车的走了走，
道路可能就完全交通瘫痪了，阻塞了，可能大家拼了命要离开这个城市。那这个疏散有没有在做演习规划？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活生生的在搞这个巷战。在这个汉光演习期间里面，这个赖清德跑去试导，那是应该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要遵守试导的规定嘛，演习视同作战嘛，你就应该要带钢盔，你要穿黄的背心，你又不带钢盔，又不穿黄的背心，你又不遵守规定，你自己违反规定。那难怪引起媒体的批评，引起很多人的批评。你在里面讲话的时候又不得体，常常讲的不得体的话，难怪引起网红啊，他们或者是一些原来是挺民进党的人，他们觉得很失望。然后你在那边又在煽动，然后在演习期间里面还发生了这个风灾，发生了这些风灾，需要去处理啊。你地方政府啊，还有你既然你赖清德已经到了。你就应该赶快评估这些灾区，它的地方政府有没有能力，最短的时间内让人民回到正常的生活嘛？通讯应该给人家嘛，然后水电应该给人家嘛，清洁灾后的清洁应该给人家嘛，要让这些老百姓赶快恢复他正常的生活营运，免得到时候卫生出问题，疫情再扩散或者等等。结果你又讲了一些风凉话，说什么国军不要完全依赖国军，可是明明规定就可以说地方政府在经过评估之后，需要可以请军方来帮忙，军方也可以派联络官来了解。那么一旦需要的时候，军方也可以去筹组腾出人力来帮忙。这个只是一个新的问题，你愿不愿意为老百姓做这些事，都不愿意去做。不愿意去做，被批评了，又要去指责媒体，又要去指责电视台，这个是岂有此理的道理？我们当然听不下去嘛。那在演习期间里面，车子翻，然后呢去撞了别人的车，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才演习这么几天，压力也不是大到这种都强度也没有大到哪里？为什么？真正战争开始的时候，那个强度有多大？那个压力有多大？好，压力没那么大，强度没那么大。然后就造成了这么多的车祸事件，不是撞人家车就撞人家人，要不就把人家压到这个车子底下，要不就自己翻车。原因在哪里？训练有问题嘛？一个驾驶兵，我在运输部队也担任过主官呢。一个驾驶兵，车子的宽度多少？即使你的世界不够长，你在训练的过程中，你都知道你的车有多宽、有多高、有多重，哪一些地方可以走，哪些不能，你一看就能看得懂，因为你要养成这个习惯，说你的车辆有多少。结果翻的翻，撞的撞，压的压，这个真的是很不应该的。这代表什么？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我们的军队训练就是有问题嘛。好。